本期话题：中年危机要做好预案。我们这期要给大伙说说中年危机的话题。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在2017年年底，就是2017年12月10号那一天，中兴公司呢有一个叫欧建新的程序员，从中兴通讯大楼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42岁的生命。身后呢抛下了做全职太太还没工作的妻子，还有一儿一女，还有双方4位老人，因为他跟他老婆都是独生子女。那么他这个撒手人寰走了，身后留下了一堆的家庭的麻烦。那么这个悲剧是因为什么发生的呢？欧建新的妻子讲说在欧建新自杀之前，单位领导呢曾经找他谈过话，就流露出要劝退的意思。当时欧建新呢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个局面，就本能的向公司提出说还有没有挽回余地了，能不能说内部调换个岗位可是公司的态度很坚决。接下来又跟他沟通关于这个员工股的股权转让问题。欧建新呢知道改变不了被辞退的命运了，所以只能寄希望于公司在股价上有所补偿。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呢，去年离职员工的股份这个转让价大概还是4块多，结果到了2017年就变成2块了。而欧建新本身呢在中兴公司呢才工作了6年，没多少股权，这样一来呢，就他得到的补偿是非常少的。所以没法接受现实的欧建新呢，一气之下就从这个中兴通讯大楼的26楼跳下去了，悲剧就这么发生了。那么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咱们谁对谁错咱先不评论，咱们得来分析一下欧建新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极端的反应。当然当时呢他比较冲动这是肯定的了。我们把这个抛开外，我想更多的原因呢应该来自于他对自己能力的一种不自信，和对日后生活带来压力的难于承受。那么这2点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中年危机感。在我们现在这个竞争越来越剧烈的社会这个中年危机这种现象是愈演愈烈。你看这欧建新是70后，其实何止是70后60后咱就不说了现在连80后90后倒是开始感觉到中年危机。这不前2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稿子，说90后都已经谢顶了，90后都已经老了，如何如何。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呢，好像对中年危机大家普遍感觉到这是竞争社会一个给我们带来威胁很大的事情。那么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就给大伙说说，中年危机要是来了，你应该怎么对付它。咱们的标题呢是中年危机要做好预案，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如何运用自己的情商，给中年危机的到来早早做一些准备。那么要想解决中年危机的问题呢，我们得知道这个危机来自于哪儿。其实中年危机就来自3方面，一个事业上的危机，家庭上的危机和健康上的危机。那么分析开来总结呢，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自卑感，压力山大的焦虑感，和时日无多的恐惧感。百感交集呢，你自己又无能为力，长此以往呢，就会出现所谓的中年危机的症状。咱们分头给大伙说，事业、家庭、健康。事业方面的危机，我们叫后浪推前浪的自卑感。这个后浪推前浪的自卑感呢，往往体现在能力的退步上。你看咱们刚才说这个欧建新的简历，他本科呢是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的，硕士呢是在南开大学，这一路上来都是985学校。那么工作履历呢，在华为呢待了8年，在中兴待了6年。华为和中兴呢都是通信行业的明星企业。其实你光听这个，你觉得他这样人生让人挺羡慕。我也相信呢，他凭着这么个资历在通讯业他肯定创造过很好的成绩。可是问题就在于现在这科学技术发展的太快了，你原来掌握那些高精尖技术，很可能1-2年时间
就变得落后了。你就说我们最近这几年科技的发展，谁能想象到以前啊，顷刻之间可能很多事都发生变化了。你原来很强项的技术突然间没用了，被淘汰了，甚至你这行业都被打垮了，你都不知道是谁给你打垮的，都不是你本行业竞争对手打垮的，别的行业那么一挥手就把你弄没了。所以我们在互联网上经常听到一句话，我消灭你，但是和你无关。所以你想想，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种打击会给人带来很大的这种恐惧感，就被行业淘汰，或者说行业整个都被淘汰了，可想而知你这心里得有多失落多无助。这种感觉虽然很糟糕，但是咱们不得不说呀，这再正常不过了。咱们生活在一个不断更新的时代，别说你是70后，就是90后也很快会被00后取代。你就现在看互联网，我到几个互联网公司，包括你像咱们节目这平台，这个蜻蜓 FM， 我去总部一看呢，哎呦，那90后是绝对的工作主力，而95后一堆一堆的，80后在那里边显得就 out 了。你像我这样70后，好像他公司除了总裁什么啥的，就基本上就没有70后了。所以说呢，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让自己呀被取代的速度慢一点，或者从其他领域再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那么怎么能让自己被取代的速度慢一点呢？就让这后浪催前浪啊，速度降缓呢？第一个，别过早的就进入到舒适区享受安逸。这人呢都是有惰性的，本能寻找舒适区，就哪儿舒服往哪儿去，就跟那猫似的，一进冬天家里哪儿热乎他趴哪儿。你比方说咱进个国企，找个大公司，然后朝9晚5的上班，有功夫呢跟家里人在一块儿啊，过个小日子，觉得这就是幸福美满了。可是舒适归舒适，你可别忘了，这个舒适的本身呢，就跟那温水煮青蛙似的。如果你一头扎到舒适的岗位里边，5年以上不动地方，你可能你自个儿都没有力气再跳出来。就像原来有句话，说是要饭3年给皇上都不换。为啥要饭呢？一天啥活也不用干，就在太阳光底下晒太阳，啥也不用干，伸手就要吗？吃饱了就睡吗？所以你这样的日子，你让他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给个皇帝都不换，为啥？皇上有压力啊，你得决策呀，还有人管着看着呢。所以你没有力气跳出来。你像欧建新这样的呢，他从华为跳到中兴，其实就是个安逸之选，追求舒适区。因为我们知道华为的节奏要比中兴紧张的多，所以他是用发展受限呢来降低工作强度。再你想，他在中兴工作了6年，仍然在基层打拼，就说明他自己呀也比较图安逸，也不愿意说我呀费挺大的力气呢往上走一走。所以说当他退到相对舒适的地带之后呢，他应该预料到今后可能会出现着危机。你总舒服，人家在那儿努力，你可以想象危机不找你找谁呢？你看咱们4大名著里边有这样的人，他有预感这危机，但是他自己也没什么作为。红楼梦里头贾宝玉他爸爸贾政，他跟欧建新的处境啊差不多，就日子过得比较安逸，但是这个危机就一点点来了。而且来之前呢，说白了贾政心里头也经历了中年危机的冲击，就他是有预感的。你看《红楼梦》第22回，这22回叫什么？叫智灯谜贾政悲谶语，听曲闻宝玉误禅机。这里边就讲了贾政因为安逸产生的中年危机。在这个正月15这天呢，贾府上下猜灯谜，元婴、叹息和宝钗，一人出一个。贾母就说让自己儿子贾政说你来猜，贾政答应了。走到这个谜语跟前呢，一个个看，一看头一个说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素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贾政一看这好猜，这是炮竹。大伙说对。贾政又看第二个呢，天运人工理不穷，有功无运也难逢，因何阵日纷纷乱，只为阴阳数不同。贾政说这也简单，这是算盘。大伙说对。再往下呢，阶下儿童仰面时，清明装点最堪宜，犹似一段魂无力，莫向东风愿别离。贾政说这好猜，风筝。大伙说对。再看后边一个呢，
前身色相总无成，不听灵歌听佛经，莫道此生尘海海，性中自有大光明。贾政说这个呀，这是佛像前的海灯。大伙说答对了，是海灯。这贾政猜了一圈啊，他就觉得有点问题。为什么呢？他说你看呢，自大女儿说这个元春那时候已经是娘娘了，就进了这个宫里当妃子了。元春做这爆竹啊，一响就散了。你迎春呢，这谜语是谜底算盘，是一打动乱如麻。探春做这风筝呢，飘飘浮荡之物。惜春做这海灯呢，这等于是清静孤独的东西。其实这四个呢，也象征着这四个人的将来的命运。你比方说探春远嫁，惜春出家，元春的早夭，跟这有一样。这贾政就琢磨了，说今天是上元佳节呀，为什么这治谜治的都是不吉祥的东西呢？他再往下看呢，看宝钗那儿呢，谜面是个律师，就是七律，叫朝罢随携两袖烟，勤鞭亲理总无缘，小仇不用寄人报，午夜无烦侍女天，交手朝朝还暮暮，艰辛日日复年年，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全。贾政一看说这个诗啊也不怎么吉利，都不是永远福寿的事儿。想到这儿他心里非常烦，书里写他叫大有悲戚之状，把刚才那精神头啊十分减去8-9，在那垂头沉思。其实贾政看这些东西呢，这些谜语他为什么会联想这么丰富呢？就是贾政的负面情绪啊，这时候已经爆棚了。他对自己的仕途，对贾府的前途表达了极度的担忧。这个时候贾府表面上啊风光无限，风平浪静，可贾政明白自个儿这位置啊有很大的危机。现在呢只是靠着女儿元妃这娘娘在这撑着呢，而贾府其他的人帮不上任何忙，包括宝玉他们在内，这不过都是寄生虫。所以你看贾政这时候就处在一种中年危机，就是贾府荣国府上下呀过得太安逸了，包括贾政自己也在这舒适区待长了，他自己发现越来越难以摆脱这种焦虑感和危机感。所以说第一个，要想摆脱这危机感，做好预案，首先不要让自己在舒适区太久，自己给自己要找点麻烦，找点罪走。第二个呢是别让自己的格局变小。怎么叫不让自己格局变小呢？眼界不能太窄，得放宽一点。你在大公司待久了，你发现呢，你会变成生产线上一个零件，说好听叫专业，一个萝卜一个坑；说不好听的就是说你这个坑你一旦要离开，你可能什么都不是了。你看今年年初的时候，就17年年初的时候我记得互联网上呢有那么一篇反映科技圈苦闷情绪的文章，挺火。有一位中年的电信程序员下岗之后写的，他说在大公司自我感觉水平不错，视野开阔，但是跟小公司人一交流呢，发现不一样。小公司的人呢，即使不是高管，那基本产品呢，从前到后，从开发到软硬件到市场销售，啥都能做。我们自个儿呢只擅长这一种。结果造成什么局面呢？一旦你这公司工作没了，你出去再找去，完了你还得找一样的大公司，一样大公司一萝卜一个坑，人不要你了。所以就说这个时候是格局小，咋办呢？抓紧时间学习。你看我身边有那么一个朋友，他在大型私企当会计，干了9年了，在业内也已经挺有名气了。但就这样呢，他不停的报班上课学习考证。他就说了，说如果我们企业倒闭了，我跳到别的企业，我学这些东西有用。说这行业要倒闭了也不要紧，我凭借我学到在别的行业也能混饭吃。所以他拼命学习是给自己留后路。果然呢，后来他的企业要整体搬到深圳，但是他呢在北京成家了，他老婆孩子都在这边，他也走不了，所以只能辞职。但辞职对他没造成影响，很快他找个新工作，而且混得比以前呢还要好。所以这就是呢提前做好准备的结果。这个现象不光是通信行业，你就哪个行业都存在。你想想，就是咱们这个时代本身就更迭的快，而且年轻人的潜力跟体力人到中年你跟人干不了，所以必须提前做好职业规划，应对这些风险。
那么在风险来的时候，最直接受到冲击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本身的家庭生活，就生活质量。前面咱们说呢，说如果这个中年危机啊来到了，很多在事业上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那么这个危机来到之后呢，给生活带来的压力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压力山大那种焦虑感。中年人的生活压力跟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是两条腿支个肚子，自己吃饱连狗都喂了，也不用想太多，或者刚结婚的也是小两口，反正就是多有多花，少有少花。但中年人的生活压力不是那样。中年人生活压力是什么呢？梁文道有句话说的挺有道理，他说年轻人的好处就是每个年轻人都相信自己能飞，哪怕最后你还留在地上爬。而中年人你要飞扇翅膀的时候啊，两边翅膀还挂着甩不掉的包袱。什么包袱呢？上有老下有小，当家有老婆还得养，就老人孩子媳妇儿，这个担子可不轻。你别说是普通人了，你就明星他也有这样的苦恼。你看前不久在这个视频上有一个很引大家注目的事儿，就那著名的歌手朴树，他在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就这首送别的时候，突然间呢控制不住情绪了，哭的那简直都不像样。他为什么哭呢？很多人说被歌词打动了，其实啊我不觉得他是仅仅的被歌词打动。因为这首歌呢是弘一法师李叔同写的，他的背景呢是有年冬天呢下大雪，李叔同的好友许焕元站在门外呢喊李叔同啊和他的日本女朋友叶子小姐，说书童兄啊，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吧。说完之后呢挥泪而别。李叔同一看好朋友远去的背影啊，在雪地里站了很长时间，回屋之后呢让叶子小姐弹琴，他含泪写下词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就把这个很优美词儿写下来。当然后来谱曲呢，这个曲子来自这个美国的一首曲子。那么我想朴树这个哭啊，不光是被这歌曲打动，就是他人到中年之后啊，他可能一下子明白了这歌里头写的一些东西。什么东西？不仅仅是说对这个世界的感慨，还有对生活压力的一种反弹。你看朴树年轻的时候赚不少钱，在这些钱呢是靠他卖唱片赚的，没有什么商业成分。他这个人呢还有一些理想洁癖，说音乐我就得纯粹一点，所以一般商演他也不接。从2003年呢他发表过专辑《生如夏花》，到2014年呢给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啊创作个主题曲，中间这11年基本上他没工作，就没出来演这个演那，没有，基本吃以前老本，钱再多就怕坐吃山空。所以到了17年年初的时候呢，一向讨厌商演和上节目的朴树啊，很无奈的参加一档综艺节目，问他为啥，他回答特别直接，说为啥上节目？没钱了。当时呢他要做3首歌，但囊中羞涩，没钱了，没办法违反自己原则，不得不向生活低头。你想这是朴树不愿意面对。我想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想啊，过去曾经失去的朋友啊、恋人呢，包括家人。但是我就琢磨，他想的更多的是，可能是他人到中年了，青春意气已经不能做主了。他当年为了音乐呢，可以拒绝商演，今天就不行了。包括在节目里，主持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复出，朴树就答道是在这个时间呢，你就得做点事儿了。就人到中年，无论为了谁，你都不得不去工作去赚钱。所以有人看这个解释说，人都是一边不想活，一边还努力活着。我想朴树这时候感到生活压力给他带来的一种无奈了，我觉得这是他从这首歌里边感悟出的东西，他哭。那么虽然我们呢多数人没有朴树那种悲春伤秋的情怀，但是我们来自生活的压力是一样的。经济上你说孩子得补习，老婆得买包，爹妈得看病买保险，一天这个挣点钱呢都不一定够随份子。人际关系上呢，孩子让你生气，伴侣让你心烦，父母让你担忧，朋友让你自卑，有种种压力你都要承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缓解来自生活的焦虑感呢？第一个是要转移压力，利用不同的人寻求安慰。什么叫转移压力呢？你比方说你跟孩子生气，你从伴侣身上找安慰。
说跟自己老婆生气，那你就从父母那儿找安慰，以此类推呢，形成个良性循环。要是孩子不听话，你管也不听，你大打出手，结果这时候你老婆你父母都得掺和进来，这个局面就变成全家人针对你一个，你压力瞬间就爆棚，所以这是最坏的结果。咱们不妨换种方式，孩子不听话呢，你别跟孩子直接发生冲突，你在你老婆那寻求安慰，然后两个人共同来解决这问题，那俩人还对不了一个孩子吗？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压力就减轻很多了。你要跟你自己老婆生气呢，别直接冲突，你直接冲突容易把孩子吓着，这爹妈那块心里头也不安分。所以你要做的呢，别吱声了，到你爹妈那儿呢，找点安慰，聊聊天，缓解一下这压力，吃饱了喝足了也冷静了，再回去跟自个儿老婆好好谈。你这种转移方法在现实生活当中非常有效。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把这个压力适当的转移到朋友身上。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存在一个问题，有了家以后和朋友往来少了，但其实这个挺不对，因为我们生活上很多压力就来自家庭的这种压力，往往是不能跟家里人说的，只能跟朋友说。你记住，人一辈子可以没亲戚，但不能没朋友。如果有可能多交几个朋友，多聚聚，这时候你会发现呢，大家的烦恼都不比你少。有的钱比你多，他有钱多烦恼；有的钱比你少，也有钱少的烦恼。所以这种发泄呢，甚至你能找点心理平衡。咱们看李宗盛写的最近比较烦，那不就是李宗盛跟同龄人在一块儿聊天，找到了对方也烦，你比我烦，其实你更烦。这时候他的倾诉出现了，也找到平衡了，他压力自然就减轻了。所以第一个呢，就是缓解生活带来的压力呢，要利用不同的人寻求安慰。第二个呢，要学会给自己生活制造点惊喜。什么叫制造惊喜呢？其实制造惊喜并不麻烦也不累。你要钱少你就给孩子买个小玩具，给老婆呢买束花，给爹妈呢买几条小金鱼或者添个小宠物狗之类的。这些小投入瞬间能让你心情变好，矛盾抱怨就会减少很多。你要有点余钱呢，组织家里出去玩一趟，自驾游路上停停走走，吃点饭，看看景色，钱花不了太多，家里人也不会多心疼。但是这样的惊喜呢，对于改变原来家庭生活的烦闷状况是非常管用的。其实我们想一想，你生活有点压力，你记住，三穷三富过到老，一切都是暂时的，而且穷有穷过，富有富过。就可能你原来对幸福的标准呢，在物质上要求太高。其实我们换一种思维，你经济不允许，你就别让孩子上名校；家里不富裕，你就别再买2套房再换个好车。就这些预期其实在一定程度等于你像个驴一样被鞭子抽着，你把这鞭子放下，可能一下你就轻松很多。所以我们说，家庭生活存在压力的时候，要适当的把它降低预期，寻求安慰，制造惊喜。那么刚才我说了家庭和事业上这种危机，其实中年危机里还有一点是最不容易排解的，那是什么呢？健康危机。你看咱们说情商呢，我得说到我自己，就我在这个家庭和事业上现在眼下呢，我人到中年，我已经是46、47岁的人了，不到家庭和事业上不存在危机，但是健康上我确实存在中年危机。全国的朋友都知道老梁是个糖尿病人，那么人到中年呢，对健康危机的感受比以前要深得多。你发现体力不如年轻时候了，熬夜呢根本补不回来，而且身体呢好像不以筋骨为能一动它就出毛病，打个球都容易把骨头哪儿弄坏了。所以人在这个时候非常容易产生那种对健康的恐惧，就说我还能活多长时间，我是不是就活挺长时间，我身体病病歪歪的，我这生活质量也不行。所以身体上这些变化让你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不再年轻了。所以这个时候那种时日无多的恐惧感，这时日无多不光是活多长时间，还有我还能蹦跶多长时间，就觉得我原来干什么都不累，精力很充沛，现在怎么这样了，我是不是越来越完蛋了。你看《三国演义》里头刘备就因为身体这变化呢，情绪就非常不高，就所谓中年危机。刘备也是40岁的时候来到荆州，
在那个他哥哥刘表底下做事。有一天他发现呢，自己大腿啊长出赘肉来，就感慨落泪。为啥呢？他说我过去经常骑马，一骑马大腿这边没赘肉，现在年纪大了，不经常骑马了，所以大腿这肉长起来了。想到你说我大腿这赘肉都出来了，我还一事无成呢，现在寄人篱下呢。刘备是悲从中来。所以你说这就是典型啊不接受自己变老的人。其实我告诉大家，生活没必要那么较真儿，什么样年纪得过什么样生活。你40多岁的就不能跟20、30岁年轻人一样胡吃海塞、醉生梦死。你年轻时候喝醉了一个晚上就好了，明天接着喝。你现在喝醉了恨不得1个月都缓不回来，所以你身体受不了了。你看黑豹乐队那个鼓手赵明义，那这比我大几岁，他不当时端个保温杯吗？结果那个图片在网络上走红了，后来大伙弄个油腻中年男的标配，保温杯里泡枸杞。这个赵明义也说了，说记者说呀，你这摇滚的鼓手应该拿着啤酒，端着保温杯啊，这个别扭。赵明义就说我什么岁数啊，我得干什么样事儿，我是个摇滚老炮，现在变成老大爷了，你难接受了。但赵明义自己说，你不接受怎么样？身体不行了吗？到这个岁数啊，你得懂得爱惜身体了。所以我说呀，人到这个岁数，该养生养生，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怕被年轻人笑话，也别跟自个儿身体较劲。你看人一辈子有那么句话说的很对，说人都怕死，但是不怎么厌恶那些作死的事儿。人都喜欢活着，但是对养生之术啊，有很多人坚持不下来，不感兴趣。那你琢磨着这句话，你是越琢磨越有道理。所以健康危机的存在很多是来自你心里的一种暗示，就是你把对自己身体较劲这事去掉了，别想那些我这岁数就干这岁数事儿。你像我这糖尿病慢性病，不暂时死不了吗？我慢慢跟他磨，一点点来吧，有点耐性嘛。而且强制的给你拉回到健康生活轨道了，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人一辈子就这么回事，你这个头半辈子呀，是拿你这命换钱使劲扑腾，后半辈子拿着钱保命。你能保得住，你这辈子就算功德圆满。你到现在觉得自个儿且死不了呢，而且还能好好生活，也没什么致命的大病，说白了你还想怎么样啊？你40多岁了还想在20多岁那尖儿站着吗？人一辈子哪有这好事啊？过去的事它就过去了嘛。所以对这种健康上的中年危机，大家要想得开。所以今天呢，咱们总结一下呢，中年危机有没有呢？有，但是不致命。持续学习让你保持一种状态，持续学习让你摆脱事业危机，转移压力呢能改善你生活危机，接受年龄呢能让你缓解健康危机。所以做好以上3点呢，所谓的中年危机啊，就会变成你中年生活的一种转机，就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到什么阶段干什么样的事。中年危机是个历史问题，现在有个挺流行的词儿叫中年危机，就是说人到中年呢，突然间特别迷茫，特别沮丧的一种状态。那为啥人到中年就容易陷入到这种状态当中呢？很多专家呀，都从自己的领域出发，以自己的专业角度做过分析。比方说经济学家觉得呢，这是由于中年人的家庭压力造成的；心理学家觉得呢，这是一种由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带来的焦虑；社会学家觉得呢，这是这一批中年人80后他们特殊情况造成的。独生子从小过分被关爱，到中年要独当一面了，吃不了这个苦，他就容易这个发生中年危机。那其实呢，如果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呢，这个中年危机它一点都不新鲜。从古至今，历史上所有中年人的通病都是这个中年危机。孔子就提到过这个中年危机，他说过30而立，40不惑，50而知天命。什么意思？就说从30到50啊，它其实就是一个人完整的中年时期。30的时候，你就要独立承担自己的人生，开始反思过去，也思考未来。到了40岁呢，你就得把这个过去未来想明白，自己的人生呢就不应该再有大的疑惑了。到50多岁呢，你的选择有了结果，你就要接受这个结果，接受自己选择的命运，也就是说知天命。这时候你就已经开始准备踏入晚年了。那很多人呢，就是30岁的时候不知道反思，40岁的时候做不到不惑，50岁的时候又不愿意认命，中年危机就这么产生的。所以说想不危机，你就得从反思开始。反思什么呢？
就是在现实的打击下，你要不要继续坚持最初的理想，还是跟现实妥协和解？那这个反思的结果无非就是三种，一种是继续坚持，一种是放弃，一种是纠结到底。第一种，咱们说坚持，就自己选的路，跪着我也要把它走完。这个在历史上呢有这么一个典型，就是南宋的辛弃疾。很多人呢，包括教科书啥，一提起辛弃疾啊，都说这是个爱国词人。其实词人是辛弃疾一个兼职，他这个写诗作词啊，就跟我们今天发个微博发个朋友圈是一样的。他本职呢其实是一名将军，而且呢是一个很厉害的武将。他一生最大的理想是保家卫国，收复失地。那么他这个理想是怎么来的呢？这得从他出生说起。辛弃疾出生呢是公元1140年，我们都知道北宋呢在1127年时候就被金国给灭了。当时是南宋时期，宋高宗赵构啊在临安匆匆继位。那么南宋呢从这时候开始了，可是呢南宋迁都了，到了现在的杭州，就那时候叫临安，北边大片土地啊就成了沦陷区了，归金朝统治了。那么这些土地上子民呢，很多很忠实的有能力的就跟着赵构一起跑南边去了，还有一些上有老下有小，拖家带口走不了，只好对金朝俯首称臣。这里头就有辛弃疾他爷爷叫辛赞。辛弃疾他父亲呢在辛弃疾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辛弃疾是他祖父一手带大的。这个辛弃疾对他祖父对辛赞呢感情格外深厚，这个辛赞一直对自己没有能随旧主南迁感到耿耿于怀。于是呢为了家族生计呢，他又没办法，他还不得不委曲求全，为大金效力，一直呢做到开封府知府，就包拯那个官，包公那官。他对故国有愧，他就天天跟那小辛弃疾捣鼓。这其实跟现在的家长是一样的，就自己飞不了，生个孩子让他使劲飞，自己完成不了理想，他就让孩子替他完成。辛弃疾从小就在祖父洗脑下长大的，报效朝廷，收复失地，这个理想在他心里边老早就生根发芽了。他曾有一句豪言，说我用剑要杀尽天下的贼，这个贼就是窃取大金土地的大宋土地的金人。那么他确实呢，辛弃疾呢也照着这个理想努力了，而且他努力呢应该说他有这个实力。这个实力怎么体现的呢？就是辛弃疾啊是个了不起的孤胆英雄。你看我给你讲一个事儿，辛弃疾当年在22岁的时候就聚集了同乡2000多人开始起义。当时呢山东有一支几万人的起义军，领头人叫耿京，专门杀金国人。这样的辛弃疾就带着自己的同乡呢加入了这支起义军。加入以后呢，他这理想成功了一半，可以杀贼了。可是呢还差一半，因为他要为南宋效力，所以他苦口婆心的劝说耿京，说咱们杀金人得名正言顺呢，要不然你将来越弄越大，跟金人打仗咱得有帮手啊。你现在这样的不是长久做法，怎么能名正言顺呢？归顺南宋政府。你归顺过去，咱们不就从野战军变成正规军了吗？就这么没事就劝，没事就劝。最后耿京被说动了，让辛弃疾去南宋政府替自己请一封任命的诏书。辛弃疾很高兴，乐得屁颠屁颠就去了。结果他拿到诏书回来一看，差点没气死，耿京死了，起义军四分五裂，没剩多少人。是怎么回事呢？这里头有个坏蛋，是起义军当中一个将领叫张安国，他和金人勾结呢，拿耿京的脑袋跟金人换银子去了，还把剩下的队伍自己带走了。辛弃疾一来气从剩下的人里挑出50勇士，就50人他带着，连夜闯敌营。张安国正跟属下饮酒作乐呢，没等反应过来，辛弃疾带人攻进大营，七手八脚把他捆起来了。这时候张安国的援兵赶到了，几万人把辛弃疾围个结结实实。这个时候咱看辛弃疾挺了不起，他不慌不忙，对这几万人发表一通演说。他说你们呢跟着张安国误入歧途，你们是无罪的，现在放下武器呢，南宋还能对你们宽大处理。要不这么干呢，你们可注意，我能是我自个儿来吗？告诉你，我这是先遣部队，后面还有南宋10万大军，你们这点人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就这么连哄带吓唬，居然成功了。当场就有1万多人缴械投降，剩下的呢也扔了武器跑了。辛弃疾就靠自己的胆识跟智慧，没费多大劲儿，带回来一个活的叛徒，还带回1万多俘虏。这一下举国沸腾，辛弃疾名声大噪。
开始走向人生巅峰。你想那个时候，这是公元1162年，他才23岁，正是青年得志的时候，而且也正是这一年呢，宋孝宗刚刚继位，也是一肚子热血无处挥洒，就这么着两人一拍即合，杀金人收拾地，说干就干。这宋孝宗重用辛弃疾，这样就跟大金国呀打了那么几仗。但当时南宋的国力呀也确实是不行，很快呢打败了，宋金签订了龙河协议，宋孝宗被打老实，再也不敢提打仗的事儿。这时候朝廷内主和派又占了上风，在这种情况下，辛弃疾还继续坚持主战。宋孝宗对他态度就是呢，你有才，我也重视你，我给你高官做，但是抗金是不可能的。这时不时呢还有主和派呢对辛弃疾排挤陷害，所以辛弃疾这时候已经人到中年了，万分艰难。到了他35岁的时候，也是到了该反思时了，辛弃疾就进入了反思的阶段。他写了一首《清幽暗元夕》，很多人都熟悉这句，叫众人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很多人觉得说众里寻他千百度，灯火阑珊处，这肯定是情诗啊，写梦中情人呢。其实不是，他写的就是自己当时的状态，说我繁华过后呢，我隐藏在灯火阑珊当中，未来何去何从，很迷茫啊。就说他经历了一小段中年危机，也迷茫过，那迷茫之后呢，他选择继续坚持。辛弃疾呢后来组建了一支2500人的飞虎军，他因为自己组织军队，还因此遭到弹劾，被罢官免职了。他还不忘在重病当中和同样热血爱国的词人陈亮，俩人鹅湖相会，斩马盟誓。在这之后呢，他几次官复原职，几次经历罢免，一直到65岁，他还热血沸腾的跟宋宁宗分析经国形势，认为金国必乱必亡。68岁去世的时候，他还喊着杀贼杀贼，直到最后一口气，他仍然坚持自己理想。所以你看呢，辛弃疾这个中年危机，他经过反思之后选择了坚持。但你选择这条路，你就得有心理准备，会很苦，极大可能不会成功。坚持到最后，你最后可能得到的就是其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所以这个时候坚持，你要考虑能不能吃了这种苦，能不能接受坚持之后的结果。如果能，那你就坚持。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中年危机的第一种选择，坚持。如果你要有一丝犹豫，那我就劝你选第二条路，就放弃。坚持到底必有所获，那都是心灵鸡汤。有所获的都被你看到了，那些坚持到底没结果的太多了。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生了100个孩子，只有一个叫成功，那99个都叫失败。所以对有些人来说，你放弃的越早越好。你比方说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个人叫李仙履，他和辛弃疾一样，都是被长辈洗脑的苦孩子。他家祖宗9代没有一个做官的，他父亲呢为了光耀门楣，就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全寄托在身上。而这李仙履呢也特别勤奋，他在24岁参加童子试考秀才的时候呢，名噪一时，考中秀才，而且当时主考官呢认为他简直就是个天才。可是他呢科举的路径到这儿就算结束了。29岁的时候参加乡试考举人，没考上。33岁再参加乡试，又没考上。你看33岁了，他到了反思年龄，而且他不反思也不行了，因为33岁这年呢，正好是公元1642年，崇祯15年。咱们都知道，崇祯是17年，1644年李自成攻进北京，大明王朝就灭亡了。就你再想参加考举人，就得参加大清的举人考试了，这又是另一回事了。怎么办呢？你坚持的路到这儿就很难走了。李仙履就决定放弃，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李渔。由仙到渔，说明什么呀？我放弃理想，接受现实。李渔大家很多人都熟悉，剧作家，也是很有名的这个小说作家。那么你看现在说写小说写剧很受尊重，那会儿不是，那会儿读书人写这个呀，那等于就是入了下九流了，等于选择了一条市井道路。那时候管这种写这种文字往出卖出书的方式被称为卖文贱业，这比较贱的行业。但是呢，李渔这一个放弃得来了非常好的结果。首先他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迎合大众为创作目的的畅销书作家。他写书非奇不露，追求惊险刺激。
他写出之后，这书一出版，几天之内上千里地的人都能够看到他的新作。第二个呢，他有营销策略，他是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历史上发明饥饿营销的。作品没问世，他就开始做广告，弄得满城风雨，大伙儿都充满着期待。第三呢，他还开了历史上第一家私人品牌出版社，自建了一个寓所叫芥子园，他把印出的书籍都刻着芥子园名声，然后把出版信息印在书上，这也算一个广告。第四呢，他是第一个打击盗版的作家，他借助官府来打击盗版，你看这个思维非常先进。从这些个第一就能看出来，李煜对自己的新的人生路是特别认真的。他选择放弃科举的时候，他心里会很痛苦，但是放弃了之后呢，他就心无旁骛，不再纠结了，所以他很快走出自己的中年危机。那么最痛苦的中年危机是啥样呢？是反思之后特别纠结，想坚持不能接受没有结果，想放弃又对理想念念不忘，这样的人就没救了。你比方说唐代的杨炯，就初唐四杰嘛，亡羊卢骆嘛，这杨炯特别有才，也是带着神通光环长大的。11岁的时候呢，就获封弘文馆待制，相当于皇家的秘书，所以他毕生理想就当大官，这是他的理想。可是事与愿违，为啥呢？他特别骄傲，有时候有点狂妄，骄傲的得罪人的地步。你看他根本看不上所谓的上司或同僚。他当皇家秘书的时候就问他说：“杨炯啊，你才是个9品官，你怎么那么有胆子，见到大官你都爱理不理的？”杨炯就问那个人：“你知道那些大官都什么吗？都是些麒麟旋。”什么意思？这旋就斜旋的旋。他是说麒麟旋是什么？就是演戏呀，在台上，你比方说这演麒麟这种角色，哪有麒麟呢？就牵个驴，在驴身上铺一层画好的麒麟皮，让驴看起来像麒麟。你看他骂这些大官都是披着麒麟皮的驴，麒麟旋吗？你说这得得罪多少人呢？这能让他高升吗？等到他33岁的时候，又出了个大事。当时的皇帝呢，唐高宗李治突然驾崩，这不武则天要当女皇吗？他要扫清自己的障碍。这个时候一些大臣急了，有的呢武装反抗，开始造反。这个杨炯倒不至于造反，因为他胆儿没那么大，他一介书生也做不了这样的事。可是呢，他的伯父和他的堂哥，就他伯父的儿子，一言不合就跑去参兵反抗武则天去了。后来呢，武则天很快把这武装力量打压下去了，杨炯的伯父和他堂哥都被杀了。这杨炯虽然没受太大牵连，但是武则天一想，你说你家里人都造反，我还能重用你吗？把他送到外地当了一个小参军，基本上这仕途就给封杀了。这时候杨炯33，也开始反思了，开始中年危机了。他纠结，你说我是继续坚持还是放弃呢？这时候呢，他选择了坚持，还想当大官，但是呢，他同时又选择了放弃，把自己的骄傲放弃了，寻找一切可能升官路。这到了公元692年盂兰盆节，7月15，就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鬼节。按照习俗呢，大家要到佛寺听经。杨炯听说武则天呢要和臣子一起到佛寺来视察，马上洋洋洒洒写了一篇盂兰盆赋呈给武则天，里面其实溜须拍马，说了一堆武则天好话。当时武则天一看呢，也挺高兴，谁不爱听好话？说既然杨炯这个态度，给他官当吧。什么官呢？县令，7品芝麻官。这时候杨炯已经42岁了，他多纠结呀！你说这官你当不当？他的理想是当大官，县令他压根没瞧上眼，所以他呢也承受不了这个坚持到底还没有结果的人生，为这个放弃自己的骄傲，这等于是奴颜媚骨的溜须武则天，还没得到好结果。第2年呢，他43岁的时候就抑郁而终了。所以你看呢，所说这个中年危机可能人人都会经历。说白了，它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你要不要与自己的平凡和解，与平凡的自己和解。就当我们有理想，并且对理想满怀憧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觉得自己是英雄。到了中年呢，被各种现实打击之后呢，你就会慢慢发现，我也没啥与众不同的。或者说呢，这个与众不同的人呢，实在太少了。我呢，这个只不过是平凡一员，可能这辈子也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这个时候呢，就会陷入中年危机。那你就要拷问自己，是选择当一个轻松点的凡人呢，还是继续去走充满血泪，最后还可能要归于平凡的英雄呢？所以这时候
就是你要不要与自己的平凡和解。这个世界上英雄很少，咱们大多数人都是凡人，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你要学会接受。人生一直充满遗憾，任何一种选择都不可能完美。刚才我说这3位古人的经历告诉大家，安然度过中年危机唯一的秘诀就是，既然选择了，就不要后悔，就不要纠结。前一段时间呢，火了一个词儿叫中年油腻男。就说这个人到中年的一些男子啊，好像表现的对生活百无聊赖，无所追求了，开始过一种腻腻糊糊的生活。比方说这个玩手串、喝茶啊，这保温杯里泡着一堆枸杞。有人说中年油腻男的几个标准，你对号入座吧。根据这个还弄出一个中年油腻女来，反正这好多这都是自媒体非常热衷炒作的事儿。包括有记者去采访这个当年黑豹乐队的一个成员赵明义，发现赵明义呢也是保温杯里泡着枸杞，说你们当年都是喝酒的，怎么喝上这个了？人发现当年这么叛逆不羁的摇滚歌手，现在都变成了一个中年油腻男。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人到中年这么难受啊，这就好像也没什么追求了，生活就变得腻腻歪歪的了。那么其实这种中年油腻男的状态，增广贤文已经给他开出了药方，就怎么样避免人到中年变得油腻呢？那增广贤文给出答案，叫人老心不老，人穷志不穷。这话什么意思？人老心不老是指啊，你的雄心壮志不能因为你年岁大了就消失。就我们以前节目讲过，说不忘初心什么意思？你得坚持你原来的一些梦想，不能因为你到了人到中年了，你就觉得这辈子也都看到大概了，看到天花板了，也这土都埋到腰这儿了，我还追求啥了？不能这么想。你想避免中年油腻，避免中年危机，你就把原来坚守的东西持续坚持下去。为啥？现代人这个寿命70多岁，你人到中年，你40、50岁才哪儿到哪儿啊？往往50、60岁的人还能够有很大的成就，这屡见不鲜呢。你说你这时候就失去了前进的目标。所谓人老心不老，是指你目标要目标常在。那么人穷志不穷呢？很多人理解这句话理解成自己啊这个比较没钱穷困。我告诉大家，穷是穷，贫是贫，不一样。我们所说的没钱是贫，在过去，穷是什么呢？走窄了，穷尽了。所谓人穷志不穷指什么？就你现在啊不太顺，比方说职场呢上升通道不大了，事业呢做的不咸不淡的，甚至有点进行不下去了，这叫穷。它不是指你没钱。那么人穷志不穷，就是当你人遇到这些不顺的时候，你的志气，就是应对困难的勇气决心，不应该也穷尽了，是这个意思。所以人老心不老，人穷志不穷，是解决中年危机的不二法门。咱可以给大伙解释解释。你比方人老心不老，就是你雄心常在，不忘初心。当年刘备扑腾来扑腾去啊，遭受的挫折太大了。后来呢，到荆州刘表这寄人篱下。有一回呢，刘表呢请他喝酒，喝中间呢，他上厕所回来，当刘表面就哭上了。刘表说：“兄弟，你哭什么呀？”“哎，哥哥，你不知道啊，我刚才在厕所里啊，看我这大腿上边有赘肉了。”“说这你哭什么呀？你这岁数有点赘肉不很正常？”“哎，哥哥，你不知道，我原来啊东挡西杀，南征北战，总坐在马上，这2条腿啊肌肉非常结实。现在到你这儿来，过几天安乐日子，完了，腿上肌肉没了，生出不少肥肉赘肉来。我一想，哎呀，我今年都47了，还一事无成，腿上生出赘肉来了。你说我这辈子，哎呀，就哭上了。”刘表还安慰他。这刘备什么？刘备感到自己呀，壮志雄心已经被岁月消磨差不多了。但是刘备，你看他哭是哭，他这一哭呢，征得刘表的同情，同时也是警醒自己，不忘初心。人家接下来人可不是说我拉倒吧，我都这岁数了，我干脆吧，我就减点肥，好好过日子。不是，人刘备之后就干嘛？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然后弃邪野走樊城，拜当阳，奔夏口，孙刘联军，最后赤壁大战。刘备最后得了荆州之后，直接入蜀，获得益州，然后向北打下汉中，称一代霸业，建立了蜀国。就是刘备自己
慨叹岁月的无情，但是人家雄心壮志还在，所以这叫人老心不老。那么人穷志不穷指什么呢？就你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决心。人老心不老解决的是目标问题，人穷志不穷是解决勇气和信心的问题，就是不应该勇气信心都没有。咱们都知道老将里有个出名的廉颇，当年在赵国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届赵王没了，下一任上来的不信任他，不仅不信任他，说你廉颇在外边打仗呢，将在外军民有所不受吗？他干扰你，他派另一个人来取代你。廉颇当然不服气了，你想当年他跟蔺相如都闹成那样，他在乎这个？他一生气把那个接替那人给打跑了。当然他在赵国也混不下去了，他就转投魏国。到了魏国，魏王知道他能量挺大，但魏王就琢磨，你跟赵国呢这是忠心耿耿啊，而且赵国跟魏国打仗的时候，你把我们往死了打，你到这儿来，你是不是将来有朝一日回去再反戈一击呀？就不太敢用廉颇。廉颇就在魏国这么一天天耗下来了，他也觉得这日子很难受。过了一段时间，赵国又遇到军事危机了，这赵王想起来了，廉颇咱当初冤枉人家了，把他叫回来吧。但叫回来，说廉颇现在岁数大，什么状态得看看呢，就打发人到那个廉颇的地方去了。廉颇一看赵国来使臣了，知道自己又有出头之日了，精神抖擞，在使臣面前展示自己能吃1斗米，吃10斤肉啊，上马弓下马箭全能精通，没问题。结果这使臣回去怎么汇报的？赵王问说廉颇什么状态？哎呀，老头倒挺能吃，跟我吃一顿饭，出去上厕所上3回，一饭3遗失，就吃一顿饭出去拉了3回，意思肠胃不行，身体也不行。说怎么这使者黑白颠倒呢？因为廉颇在这个赵国有个仇人叫郭开，这郭开呢最后呢在赵国当了大官，他怕把廉颇整回对自己不利，所以买通这使臣说瞎话。结果这不廉颇就没回去吗？没回去，廉颇也总觉得你说我应该回赵国，叶落归根吗？后来楚王又把他招去用，这个时候廉颇的整个人的状态就不对了，就他的勇气和信心呢已经没有。其实他最该做的是什么呢？通过自己的努力跟赵王联系上，告诉自己的状况，给自己再争取一个机会。就自己虽然走得窄了，现在前路不明，你自己得勇敢的往前趟啊！赵国是你的家呀，而且你还能打仗啊！而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这种雄心壮志，心气儿不够了，所以在楚国待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干出啥，最后抑郁而终死了。就廉颇这个例子，一代英雄廉颇到了中年危机的时候，他缺的不缺雄心，他还想我将来目标我是回战场打仗，但是他已经没有了这种壮志了，就是勇气跟决心都不够了。你得为这事得干呐，你别怕困难了。他有点躲闪了，觉得赵王不信任他，他没有自信了。所以这是我们说人穷志不穷，这个穷在这儿。那么这方面有典型的例子呢，咱们现在大家说吃方便面，这方便面是怎么来的？方便面创始是个日本人叫安藤百福，这个人在二战期间也是遭了不少罪。二战之后搞一个公司呢，最后还因为税务问题呢把他抓起来，在监狱里待2年。放出之后他已经48岁了，就是自己过去干那些事儿一看也都走不通了。所以有人说中年危机是什么呢？你搬个梯子上墙，都上到顶了，发现这搭墙搭错了，此路不通，怎么办？你毅然决然得下来，赶紧换另一个墙，把梯子搬过去。安藤百福他发现了什么机会呢？他48岁时候才发现，这个日本战后物资奇缺，基本都是美国人给拿面粉做成面包给日本人吃。日本人不大爱吃的，咱都知道日本吃米饭，那寿司吗？可这时候大米产量又不够，怎么能让这面让大家爱吃呢？那面包是西方人吃的，东方人很多人吃不惯。所以这个时候安藤百福就琢磨出了方便面，能泡能什么的。而且他研究的想法你看多有意思。我们现在看方便面上面都有浸泡3分钟以后可以吃，其实科学告诉我们用不着3分钟，开水下去1分钟就行。他为啥要3分钟呢？你1分钟就吃上了，和3分钟吃上不一样，你中间多等2分钟，等这2分钟呢，正是把方便面的香味泡出来的时候。而你泡方便面是饿，多2分钟不能吃，你这着急，人饿极了吃啥都香。所以等3分钟以后造成心理饥饿，
再吃这方便面就更香，下次你愿意买。这都是安藤义和研究出来的。他一直到是61岁的时候，才把方便面铺到日本市场的各个角落，他才真正成功。所以安藤义和呢，他属于到这个年岁，他没有忘了我做生意就是要赚钱，我一定要成就我的事业，而且为了应对这个，他有很多的勇气跟信心，不怕失败。所以人家48岁就能做到这个，那这就是我们说应对中年危机最好的办法。增广贤文里说，人老心不老，人穷志不穷，就是告诉你要提升这口心气儿，坚定自己的雄心壮志，不要懈怠。因为你把这些能保持住之后，你人整个是激昂向上的。而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说了，45岁以下的都是青年人。咱现在别有的人到了35、40这上下，哎呦，我岁数大了，我人到中年，真的年活力强，45以下是绝对的青年状态。我今年是46周岁，我没觉得我是有什么中年危机，我还觉得我干起活来可以跟小伙子一样再拼一下再什么，因为自己当初的理想，自己当初的那些雄心壮志依然还在。我这辈子可能我做不到，但是这个东西在我的世界里必须有，它就像地平线，哪怕仅供我眺望，我也得翘起脚来往前看。这样你人生尽头始终是往前的，你人整个是那种兴致勃勃的状态，这样你不管做什么事你有激情，你相对容易成功。而且有激情的日子，电视剧还叫激情燃烧的岁月，它能使你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总比颓废在一个角落里边做出那种葛优瘫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然后享受这些东西，它也不是你生活当中的高品位的东西。所以这种中年危机，这种中年油腻是我们该摒弃的。摒弃中年危机，核心是保持雄心壮志，这是增广贤文给我们的人生智慧。